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最懂诚意的男人，非刘宇宁莫属了。不知道大家最近刷视频有没有刷到李香怡的红绸剑舞，简直太帅了，严重怀疑程毅真的会武功，而且配乐也很激动人心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是守着聚散的云，隔天涯赏月亮。刘宇宁的就在江湖之上跟那段红绸剑舞真的绝配。我这个人有个小爱好，就是每次追剧必然迷上剧中的歌曲，带着故事去听歌，那感觉真的很不错。所以最近总在单曲循环就在江湖之上，心中竟然生出跟方小宝一样闯荡江湖的想法。不过念头一起便熄灭了，毕竟咱不会武功，也没有方小宝的家庭背景。于是自我安慰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武侠的世界叫江湖，现实的世界叫社会。虽然不能仗剑走天涯，但是可以用文字去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激动。网上的视频配乐总是选择高潮部分，用最短的时间吸引我们。但是这首就在江湖之上，可不仅仅高潮部分好听，整首歌都好听，而且唱尽了李香怡的一生。不仅好听，而且深藏哲理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？谁不是守着聚散的云，隔天涯赏月亮？李香怡曾经是武林的神话，不仅武功天下第一，还建立四顾门，匡扶正义。为了实现庇佑苍生的愿望，就注定他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为了各种江湖事缠住。今天解决这个门派的事情，明天可能就得收拾那个恶人。所以他很少有自己的时间，不是在替江湖平事，就是在去的路上。此时的他算是身体上的流浪，只是在干自己认为对的事，并没有思考给身边的人带来什么。比如看不见乔婉冕对他的期待，希望他能有点时间陪自己。他以为只要跟乔婉冕的心在一起就好了，无所谓是否在身边陪伴，隔天涯赏月亮也是一种默契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前提是两个人都认同这种相处方式。很明显，乔婉冕并不认同。也就是说，两个人的情感并没有同步。李香怡看着月亮是思念，而乔婉冕看着月亮是孤独。等不多的时间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。问过自己千遍万遍，最不舍的是哪个瞬间？李香怡跟狄飞生东海大战，侥幸存活。他看到了受牵连的百姓，看到了萧子金提议解散四顾门，也看到了乔婉冕的诀别信。他陷入迷茫，决定不再回去。当他知道自己的寿命最多还有10年的时候，他更加坚定了不回去的想法。生命进入倒计时，心里却还有很多心愿未了。人都有贪心，想要的东西太多，所以会很累，甚至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要到。于是李香怡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，自己真正放不下的是什么？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答案，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他问自己千遍万遍，最不舍的瞬间是什么？也就是不断看清自己内心的过程。他最后得出的答案是找到师兄的遗骸。所以他最不舍的是师兄小时候对他的种种照顾。我们这一生，如果也能像他一样，可以早点看清楚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会不会能更早的聚焦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呢？或许会，或许不会，但是尝试一下这种自己追问自己的方式也不错。人生本来就是来体验的，多一种尝试也是种乐趣。就在江湖之上，年少轻狂，千杯不醉入愁肠，人间一趟，如梦一场，江湖相望。这句词是李香怡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曾经的自己年少轻狂，以为自己很厉害，
可以庇佑所有人，以为千杯不醉，却是大梦一场，最后相忘于江湖。与故人相忘，在故事里被忘。李香怡觉得自己的一生就好像一场梦，自从死里逃生，恍如隔世。人这一生总是会在某些时刻悟到一些东西，尤其是经历了一些生死，一些爱恨。李香怡就是在经历了生死以后，觉得人生在世不过大梦一场。之前再风光再厉害，不过都是虚幻是梦，醒来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江湖之上只有传说而已，而传说就有真假之分，有人歌颂你，当然也有人诋毁你，可别人口中的你，真的是你吗？没人关心，也没有人去分辨。人们只是为了各自的目的去相信，传播自己相信的东西罢了。比如有人想要心里有个大侠做偶像，那李香怡就是武林神话；比如有人想要把李香怡拉下神坛顶替他，那必然会诋毁。但是这只是一时的，最终的结局都是遗忘。《金刚经》有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以李香怡变成了李莲花。李香怡活在江湖，李莲花活在俗世。李香怡追求别人的仰视，而李莲花追求别人的无视。人这辈子终究是活给自己的。4. 见重新认识的故人，同来时路，不必同归途。这句词应该是说李莲花掉马甲，跟之前故人相认的事。为了救乔婉冕，李莲花用了独门内功扬州慢，让乔婉冕发现了她就是李香怡，不得不相认。相认以后，她不仅没有因为乔婉冕要嫁给别人伤心难过，反而劝乔婉冕放下心结。现获吉祥文《莲花楼全3册腾评电视剧。后来为了保护四顾门的人，他不得已切了大号，对战师兄单孤刀。大家对于他的归来各怀小心思，有心情澎湃的希望他可以恢复四顾门往日的风采，也有心情沉重的怕他破坏自己的姻缘和利益。但是李香怡却十分的坚定，自己只想做李莲花。老友相见，并没有那般激动人心，反而多了一些说不清的遥远，因为时间会改变一些东西。这句词最绝的是同来时路，不必同归途。之前大家一起走过一段路，并肩作战，维护江湖秩序，但是不必非得一路同行下去。意思就是万事不要强求，人生能一起走一段路，已经是天大的缘分。未来的路如何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不必强求同行，因为一旦强求，那结果定然不会好。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有些人陪我们走的时间长，有些走的时间短，这些都不要强求，都是因缘际会。每个人的目的地也是不同的，所以来时路或许相同，但是归途却未必相同。